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收看我们的节目。最近大家发现说，中共是不是政策改变哦？改变是开始这个虚心受教，接受这个西方各国或者是针对我们外部、内部各种的一些压力而愿意来做这个深切的检讨，还是只是这个暂缓之计哦？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中共对我们不管在外交上的打压，在军事上不断的威胁我们。然后在我们看到的，在经贸上面也各式各样的找茬，随时哦，他们想说什么，想做什么，根本都不顾及我们的感受哦。但老实讲，对台湾来说，这应该不陌生哦。如果大家好好的去了解一下中共整个发展哦，毛泽东在过去一直就强调这个所谓的和平跟战争两手的策略，所以我们都所谓的和战两手。好像台湾还是有许多人哦，对这样子两手策略还是天真的认为不会，他们改变了，真的是如此吗？我想我们今天好好来探讨一下。那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闵志正老师。闵老师你好。主持人洪林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是，我想我就请教老师哦，在5月9号、10号的时候，这个中共的这个中常委，那政治局常委哦，那也是这个政协主席王沪宁哦，在这个在座谈的时候，当然一直提到说，两岸应该朝向这个两岸一家亲，其实这个说法同样对台湾人也不陌生哦。那我们看到，甚至连这个国台办哦，对台的部分，我们看到了宋涛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对于这些接见国民党高层也提出要加强交流啊，应该要针对两岸的部分，大家相互的理解，看起来身段也变得非常的柔软哦。那到底中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是他们开始反思，然后希望来成为一个更好的国际社会的一员嘛？这老师您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你前面那2句话讲得很好。第一个叫缓兵之计，那他现在碰到困难；第二是和战两手，或者说这个左右两手哈。这个呢，我们得需要详细解释一下，也就是为什么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了和战两手，或出现缓兵之计。你看到去年8月份裴洛西来台，他为什么不和战两手？为什么不缓兵之计？那为什么这个恶狠狠的、这个凶巴巴的就来这个搞一场这个演习，然后威胁我们？那么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和战两手或出现缓兵之计呢，应该有它特定的原因我们是这样看的。所以他要改变姿态，一方面他在国际上改变形象。二方面就是他真的有燃眉之急，他真的需要台湾了。我想大概如果说我们要讲的稍微详细一点的话呢，可能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他向外部受到压力，这我们过去也谈过，但是等一下可以比较详细说。第二就是他内部的经济呢，我们判断呢出现了比较大的困难。当然，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出来的，它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那到现在呢，我也不能说到达一个总爆发，但是他现在已经大到就他觉得说我必须要改弦更张。第3个，我们在猜想就是我们今年年底跟明年年初不是要大选，不是要选总统吗？那他们大概想影响我们的选情，所以大概也开始要做一些姿态。所以不外乎大概就是外部、内部跟两岸之间的3个因素在这边影响吧。所以这个大概也是我们看到中共刚刚老师说过，应该显然有一些不同的面向的一些影响。但谈到外交的部分因为我想台湾也是明显的感受到，在最近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外国的一些重要人士来访包含我们最近的时间大概就是英国的前首相所以我们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来，是不是因为他们对我们好的原因是来自于各国的这些非常多从不同面向，不管是从军事上的、从经济上的、从外交上的压力迫使他不得不对我们友善一点。这部分老师怎么看呢？这个是一个考量吧，但是这个你刚刚讲到说，譬如外国人来访除了说英国前首相之外，美国前任不是那个国会不是这个委员会来台湾吗？而那委员会是个非常关键的委员会。再加上最近这段时间，尤其这大概2、3年，尤其这1年多以来呢，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呢，欧洲跟美国来的那些朋友呢特别多，所以当然有人说那他有些这些像英国都是前首相是下台了之后才来，然后安倍晋三也是下台之后来，他为什么不在任内来？他的确有个困难呢，因为他们通常是跟中共有邦交，你在任内来呢，他这个对他们的冲击比较大。那下台之后呢，他这个冲击比较小。
不过虽然下台之后来，他仍然有那个前身份在。然后再一点就是，无论如何，他在党内呢，或者在他本国的政界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哪怕他做的时间比较短，或他下了台，但他仍然是有的机会挑战的。也就是，他如果下次要卷土重来，再来竞选首相的话，他是有这条件的。他不是没有条件，安倍晋三就第2次做首相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表面上能看到、能感受到的。那么另外有2点呢，其实我们过去讲过，但是现在在这时间点，我们要特别提出来再讲一下。第一件事情就是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呢，1年多了，1年快3个月了吧，对不对？2月24号开打，那现在都快5月下旬了，哈。那么1年3个月，大家原来估计俄罗斯这个来打这个乌克兰呢，应该是以食击卵嘛，那很容易就打完了，就没想到说打了1年多，现在看起来呢，不但俄国打得不顺利，而且我们从很多的迹象来看呢，我们根本认为俄国呢败相已成，即便他不全面落败呢，他应该说打得非常糟糕，最后他可能要相当程度的撤出乌克兰，如果不是全部撤出了啊。那么俄国打得不顺利，然后这个乌克兰呢奋勇抵抗，不但奋勇抵抗，在这个巴赫穆特，也就是现在我们大家讲的，在俄乌打了9个月的一个小地方，不是特别大的地方，打了那么久，俄国最强的兵力在那打了半天就被乌克兰反攻。这代表你最强的军队都挡不住我的这个新进来的军队的反攻，表示你的俄国有很大问题。但反过就从这乌克兰来讲的话，你能在他最强的地方发动反攻，那你在别的地方都可以反攻的。那为什么在这地方反攻呢？因为把他最强的打掉之后呢，他的士气就整个崩溃。所以当他考量是这样。好，那么俄乌战的战场情况是这样，但是从中共看起来，他看到什么呢？第一，他原来以为俄国很快会打赢结果后来大出意料，发现没有很快打赢，然后打得并不顺利，所以俄军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强，然后乌克兰比我想象强，但在这场战争当中，他真正担心的倒不是问题，他真正担心发现俄国去打乌克兰，欧美国家出现了空前大团结，这是他真正害怕的。大家不但大团结，而且大家去团结支持乌克兰，然后用这个不管在军事上面，除了直接出兵之外，在这武器的上面，在装备上面，在后勤上面，甚至在金融战上面呢，他们去制裁俄罗斯，所以使得俄罗斯呢绑手绑脚，这个几乎打不动。中共看见就是大家都联合起来，主流国家联合起来，然后去支持乌克兰去对抗俄罗斯，所以他就很认真想了。那大家在全世界这个国家看起来，台湾比较重要呢，还是乌克兰比较重要？乌克兰当然相当重要，你说它出口矿产啦，出口粮食呢是很重要。但台湾出产什么呢？台湾出口是高阶晶片、高中低阶晶片。你没有晶片，你经济就停了，世界各国经济都会停。乌克兰粮食不过来，我还可以慢慢混，我们还有粮食，还点什么，还可以慢慢混。但台湾晶片没有的话，那几个季度之后，或明年之后，那我经济就整个停摆了。所以在我们过去跟大家讲过，在大家常常低估我们自己，尤其是被台湾一些这些亲中的这些学者名嘴也好呢，讲的这台湾一钱不值，不是的。世界各国对台湾的评价是高得多的，不只是说对台湾成就的评价，是对台湾的产品对它重要性的评价是在这里。所以中共就认识到了，如果欧美的主流国家都认为台湾对他们经济发展乃至生存安全有这么高重要性的话，他们帮助台湾的力度会超过帮助乌克兰。好，所以这第一件事，也就是俄乌战争当中呢，给了俄国，给了乌克兰，给欧美各国，更重要就是给了中共的一个教训这是第一块。所以你说外部的因素的第一点，外部因素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2021年4月下旬的时候就很明确跟大家讲，俄乌的情势跟台海形势是联动的。虽然那时候战争还没爆发那离战争爆发还有10个月的时间，那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俄乌跟台海是联动的，所以当时我们警告，如果俄国真的打乌克兰的话，那中共就要很认真考虑打台湾。
那如果俄国打乌克兰打得很顺利，然后欧美又不帮忙的话，中共认为那我打台湾，你们大家也不敢动手。但是当我们刚刚讲的，当中共看见俄国打乌克兰，欧美就是认真帮忙的时候，中共就要仔细想，我到底能不能打台湾？当中共还在想的时候，各国开口了。美日韩这是最近最清楚的，美日韩三国呢交错这个穿梭访问。日本、韩国分别去访问美国，然后日本跟韩国呢相互访问，然后美国现在可能要来，所以美日韩呢这已经慢慢变成一个新的三角，虽然还没有成为真正的三角，还是两个双边，然后这个第三个双边正在形成当中，但这个三角正在形成。这三角不但形成了，这三角在会面的时候很明白的讲，不可以动台湾，我们非常关切台海，这是最新的警告了。好，这是美日韩。再来是七大工业国，七大工业国呢，前几个礼拜开了财长的会议，开了外长的会议，2场会议都明白讲，我们关注台海问题。然后现在5月嘛，下旬到下个月的时候呢，连续几场会议，我们估计呢，台海问题呢，他们也会出来讲话。所以七大工业国就主流国家，他们对台海的关切。再来是欧盟，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到大陆去访问，然后这个中共冷遇他，冯德莱恩在去以前跟回国以后都明白讲，中共是一个体系的挑战，而我们对他绝对不能低估。同时，欧盟的这个外交，他们叫做 High Commissioner， 然后我们叫什么外交高阶专员，也就是欧盟的外交部长了。欧盟的外交高阶专员博瑞尔就明白讲，我们非常关切台海安全，他甚至还投书到法国的报纸，还德国报纸我忘了。他讲，如果有必要，我们要认真考虑派舰队呢巡航台湾海峡。这是现在这个欧盟最高阶的外交跟安全长官呢，他对台海局势的认识。北约这几年每年开会的时候呢，也讲台海问题，搞得中国非常生气。然后2年前呢，又组建了澳洲、英国跟美国的同盟，然后着眼点呢也是南海跟中共。4方会谈大家出来讲话，五眼联盟出来讲话，然后印度也跳出来讲。印度甚至有一个退休的将军，当然他是退休将军了，我得说清楚。他讲，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我们不排除可以在这边开个战线来分担台湾的压力。那你就说，你看，中共觉得说我真的是四面受敌，好，那你说这个就讲话就算了，还不止了。这几年呢，我们节目上讲很多次了，这些国家呢都在亚洲地区进行军事演习，而且一来呢，就是每个国家的主力战舰都来了，德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洲什么等等。那不要说英国、美国这些国家了，好，这些国家呢都来亚洲演习了。少则就2国演习，多则呢就20几国的演习，然后所有的演习呢似乎讲很低，都是中共。好，那你说演习，再来就建军。你说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南韩也好，现在澳洲、加拿大都开始快速建军，都明白讲啊，我需要针对现在情况，我需要加强战备啊，否则将来怎么样？有些话讲得比较清楚，是指中共；有些讲得很含糊，大家都晓得他指是谁。那再来就是这对台湾的军售，那这军售我们已经讲很多了。在军售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军队呢来到台湾训练台湾的军队，而且用的是最新的从这乌克兰战场或别的战场上学到经验教训来培养我们的这个军队怎么作战。再来一个还没成型的，正在讲的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可能在台湾呢要来联合生产军火，这就等于把武器库预先摆在这里。好，所以我们把这些事情全部加起来，再加上这个多国的海军，甚至英国的海军跟法国海军要考虑，我是不是要有战舰长期驻扎在亚太？所有这东西都是剑指中共嘛。所以你说外部的形势，我们现在是数给大家听。这东西你如果从中共角度来看，就是所有事情都是针对我的，
从左到右，从前到后，360度再把我包起来，所以你觉得它的外部压力不大吗？是不是？那另外一个部分，老师刚刚前面提到，还有一点是跟经济有关了。我想现在也看到许多的一些报道了，包含我们现在也谈到中国现在年轻人失业的状况还是一样居高不下。那经济的原因当然有内外部，这部分是不是也请老师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对，我觉得你刚刚的话讲得很准确，就是中共的经济它不只因为内部经济搞不好，它因为国际关系搞不好，国际情势影响呢，也影响到它经济。我们先看它今年的第1季的经济数据，按照他给的这个数据，官方给的数据，就是中共的统计部给的数据。他说第1季度呢，我们增长不错第1季度 GDP 呢同比增长4.5%，就是跟去年第1季相比呢增长4.5%，环比增长2.2%。什么叫环比呢？跟上一个季度相比，也就是跟2022年的第4个季度相比增长2.2%。数字看起来都好。而且超过原来其他单位一些想象不管是这个英国的，或者说美国的，或者说一些这个国际大的这些投信投顾公司，他们的判断大概是3.9或4.0，就中国给的数字4.5。第一呢，大家都很惊讶，说我怎么低估了？大家第二反应就是你是不是造假？灌水？你是不是灌水？然后你是不是在撒谎？因为中共这个数字造假，大家都心里都有数的。然后每一次都有点怀疑，再加上现在还不是封锁那数据库吗？很多这些外国公司或者这些咨询公司呢，想要去这个造访他的数据库拿到一些公开数据的，他也都不让你看了。不让你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我怕你看完之后你算出来我在撒谎，所以我干脆就不让你看了，那让你去摸虾好了。但这种叫饮鸩止渴。你想想看，外国人做生意，他就靠这个数据。这些公司他们没有能力做的事情，他就专门找咨询公司的事。咨询公司就专门去查中共的数据库，然后把那些数据排出来，然后他去计算，然后做出一些推演、推测等等，然后从而做出一些这个商业建议。好，那你说这数据不可靠，但是数据不可靠，好歹有一组数据给你参考，对不对？那你说这个数据不太可靠，可是就这组了，你拿来跟去年比，跟前年比，好像大体接得上。那好吧，那我去年是这样用的，今年也就这样用吧，你就混着用了嘛，是不是这样？那好，现在突然告诉你说我没有数据了，那你会怎么样？你钱不敢下去了嘛，对不对？本来你说我要投资100块的，现在看看，我要不要投资50块？说明不敢了，你想说。我先放个10块钱看看好了，那剩下90块我真的没有把握。也就是你封锁数据库，以为人家会怎么样？不会的，人家反而就不敢下钱了，所以这导致后面很恶劣的结果。好，这是第一块。第二块，你刚刚说灌水，有一块呢不是灌水，有一块呢都是把水拉出来了。什么呢？你刚刚说失业率，是这个他们讲说年轻人失业率，什么年轻人？16岁到24岁的年轻人。官方现在给出的数据，大概失业是19.6%，这个绝对是低估的。为什么？中共官方在算失业率的时候，它算是城镇失业率，它不算乡村。但是中国老百姓呢，有2/3人口是住在乡村的，它是不算的。也就是那2/3的失业率有多高，你是不知道的。如果那2/3失业率会比较低的话，他要拿来平均，然后告诉我失业率更低。现在因为过高，他才不告诉你。现在连官方愿意承认这个年轻人失业率呢，都在20%上下的话，你想想看，如果搬到台湾，你有什么感想？5个人有1个失业，你有什么感想？那就作乱了。好，这失业。外贸呢，这3年都不好，大家都清楚了，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因为封城的关系。再来，因为外贸不好，所以外资就慢慢就退场，就逃出去了。那更精彩的是，我们节目简单谈谈，还没有大谈过，就是当中共一解封之后呢，大家逃出去了，叫润出去。润出去不是说我人出去就算了，能润出去的都是有点本事的，有点身家的，他把钱也卷出去了。所以中共现在不太放人出国嘛，扣护照啦，然后扣你的外汇什么等等，但是还是有人有办法出去了。好，那你说这些人出去算了，台商也出去了。各位看看台湾内部那些重要什么财经投资杂志就知道。大概现在最明显的，他们我就不说哪一家杂志了，因为不能打广告。有杂志就现场采访，第一呢，苏州台商跑了很多，他们的现场访问呢，他跑了多少呢
在苏州当地问，他说至少30%，没有跑的呢在减产或停产，就是出去了就30%，但在现场呢都已经萧条了。这是苏州情况，深圳情况呢可能更差，而不是更好。所以如果说这两个，一个在长三角，一个在珠三角，这两个顶尖的这些台商的地方都变成这样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好，那我们看看比较大的图像，这比较大图像就是刚刚你提到的，因为对外关系的不良而影响到它的这个对外贸易，它跟美国打了6、7年的贸易战，这贸易战最后就打到了科技战，然后打到了经济制裁，打到了金融战，然后出现实体清单。然后打得最凶的，打得最激烈，当然就半导体。好，那中共说那没关系，我自己造半导体。大家现在自己看看，中共最大的制造半导体公司呢，现在告诉你我做不出来，明白讲我做不出来。那你说怎么办？我们很早就跟大家讲，台湾这些亲中共朋友们还不相信，一天到晚讲麒麟晶片了，什么晶片什么等等。告诉大家，很多第一呢是抄袭别人的，第二，就算自己开发出来的，它的量产能力是有限的。第三，就算能量产的话，你要有相当的良率的。台积电不但能量产，它良率比别人高；三星能量产，它良率低于台积电嘛，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更不要说其他公司等而下之了。所以也就是说，你不是说能做出来一片就行了。曾经有业内的朋友跟我讲。我说中共可不可以造高阶晶片？他说可以啊。我说可以啊。他说对啊，做一片呢，做一片呢。他用花多少亿钱，他造一片出来，成本太高了。当然造得出来，那问题是你不能量产嘛。对。你所有东西在现阶段这个工商这么普及的情况下，你要能够发挥作用，要能够量产。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良率。我可以一天造这个大概是造1万片或2万片，然后我良率呢到8成9成。那就很厉害了嘛，对不对？那比方说大家对你产品有信心，你就能做的事。好，那么如果说你跟美国打这个经贸战争，打到最后，人家对你高科技产品开始封锁，服务开始封锁，你不要小看服务。你的家里用电脑用了出了问题了，你就找人来修，这叫服务嘛，对不对？然后什么要卡关了，要找人帮你通一下，帮你干弄一下什么东西，然后帮你就弄过去了，这叫服务。再来就提供的软体，软体有这个小虫的要帮你抓虫，这也叫服务。如果说你都没办法从这些欧美这些大公司或先进公司拿到这些东西的话，那你是走不下去的嘛。更不要说你自己搞了3年的武汉肺炎的清零政策，把外商逼走了，然后你说要靠内循环去弄，内循环是循环不动的。我们一直经常跟大家讲，大家都不相信。这几年呢，台湾很多亲中共的朋友还在电视上讲大陆经济恢复很快的啦，这个现在还封关没有关系，封锁无所谓的啦，他只要一解封了，报复性消费就回来了。如果报复性消费它经济能回来的话，哪一国经济回不来啊？哪一国经济不可以报复性消费啊？台湾经济有报复性消费，你到这个什么恒春或者淡水老街报复性消费下，台湾经济就回来了吗？你到东门商圈或到什么商圈报复性消费下，经济就回来了？没有那么简单的啦。很多东西停了之后，那生产线一停之后，你要再启动不是那么简单的。工人散掉了，然后资金流走了，然后呢，你停了3个月之后呢，你的产能落后了，你制程落后了，就这样子，不是说报复性消费一下回来，那是笑话，那是骗小孩的。我们在说什么呢？中共想靠内循环不动的。中共一讲这词的时候，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内循环走不动。中国靠出口、投资、消费，内循环就消费这一块。但如果说你别的东西都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内循环是跟着往下掉的。不要以为你有14亿人口，14亿人口里面真正消费力的呢，大概1亿到2亿了不起了，了不起了。而且这1、2亿还是要打一点折扣的。这1、2亿有些人他不愿意在国内消费，他宁愿出国去消费。当这些尖端的有能力消费人，他不在国内消费，他宁愿到外国消费了，那就润出去嘛。这不就我们刚刚说的吗？好，那内循环无力的另外因素是什么呢？房地产不行。大陆这个前几年呢拍了很多这些电视剧和电影，核心题目是什么呢？房地产多么红火多么精彩，所以拍了很多连续剧什么拍很棒，我们房地产多棒多棒多棒。
房地产拉动经济呢，可以到一定程度，但过头就一定出问题。这个我们就不再详细说了。所以我们当时提醒大家，大家到大陆买房子呢，适可而止。这话我们讲了很长时间，适可而止。到最后，大陆的房地产市场一定要崩盘。现在东北已经崩掉了。大概上个礼拜吧，我们才看到一个消息，北京有个人呢拿了10万块人民币出来买了8套房子。10万块人民币买8套房子，平均一套是12500，12500折合台币是多少钱？你算乘以5好了，6万块，6万台币买一套房子，就是一般大小的房子。你不管它建蔽率多高，公设多高，你在3、5年前、5、6年前，你能想象这个事情吗？不行。那比方说，房价现在变成白菜价嘛？这不就变成这个意思了吗？所以房地产开始溃散。我们现在看到北上广深4大1线城市，它成交量大幅下滑，这就说明了。好，那这会引爆什么问题呢？中央跟地方财政困难，这是一定的，因为中共基本上是靠房地产呢去拉动它经济的，啊，靠出口。那出口也不行，房地产不行的时候，消费不动的时候，它整体经济要下滑。当整体经济下滑的时候，国家财政能力就一定出问题。好，我们在说什么呢？当中共内外交困的时候，他要救命，他只有一根稻草可以用，这根稻草就是我们台湾。所以最后就想到，我又要来骗台湾了。怎么骗呢？他就开始丢出各种优惠的办法，就像我们过去几年预测的，中共每次碰到财经困难的时候，就丢什么惠台16条啦，什么惠台31条啦，惠台20几条啦。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你不要上当，越到后面越大碗，越到后面骗越大，这就我们一直讲的。所以你刚刚问说笑脸，我说对，笑脸呢就是内外因素到最后呢，非得来骗台湾不可，这是笑脸外交真正的原因。那另外一个部分值得关注，也是明老师刚刚有提到一个，是因为明年呢，我们2024年的1月13号要进行台湾的这个总统的大选，另外也包含是我们113席立委的改选啊，这对台湾来说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举哦。从我有记忆来，基本上只要在台湾的选举哦，中共都会成为这个一起在旁边助阵的，有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猪队友，这反而是反而最后的是造成这个反效果的一个结果。所以这部分大家也提到了说，那过去他都是扮演猪队友的角色，造成反效果。这次他会不会从中学乖呢？那是否在这一次因为即将到来，在明年1月13的这些台湾的总统跟立委的选举，而他想要改变了一些方式，这一次改用笑脸的方法会吗？这个部分继续请教一下老师。我想很可能。我说你这判断是对的，也就是如果我们刚才的判断是我们的分析是对的话，也就是中共外部碰到很大的困难，内部经济碰到很困难，必须对台湾笑脸，然后骗台湾钱，骗台湾资金，骗台湾的晶片，骗台湾技术，甚至骗台湾工程师等等，他就对台湾去扮笑脸。那如果说短期之内不能把台湾拿下来，不能把台湾攻下来的话，那最好就是从内部掌握台湾。那现在台湾选举对他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他一定插手。但是我猜，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他方向也跟你想的差不多。他会对台湾扮笑脸，我们不会讲说他一笑脸，他獠牙就露出来了。他至少把獠牙收起来，想要把獠牙推进去，让他扮个笑脸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扮笑脸，一定插手台湾选举，它会影响我们的候选人，影响我们的政党，然后利用社交媒体呢打认知战。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会看到大量讯息出来，对蓝营也好，对绿营好，这对白营好，是对其他政党也好，他会大量插手。所以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假消息。简单说2、3个方向，第一就是讲说中共多好，然后台湾如果靠过去啊，这个台湾在核战当中就做出和平的聪明的选择啊，核战选择。第二就是台湾民主是假的，台湾民主是不可靠的，什么等等，所以呢还是一党专政比较有效率。然后第三就是你不要相信美国，你还是相信中共吧。所以大概宣传方向主轴呢不外乎这几个，所以希望大家最后呢能够想清楚哈。我们倒不是呼吁各位要投给哪一个政党或投给什么人，只是说你要想清楚的形势，
然后善用你的选票，这是捍卫我们的民主、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最重要的一次选择。非常重要，因为在我们录影的时候，其实刚好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候选人提名人也已经出来了。那民进党加上民众党的部分，现在主要的3个这个政党，目前这个总统候选人已经就定位了。接下来对台湾来说，某些候选人底定之后，我想各政党的一些政策策略就会开始明朗化。这部分也是明老师所说的，其实我们应该必须，如果你关切台湾的前途的朋友，你应该在这时候要知道，要去关注就我们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放弃政治的结果就是会被糟糕人的统治。如果你在意自己的命运，就应该去介入、去关注、去了解，这恰巧也是民主的可爱嘛。你如果不关心自己，那就把命运交给别人今天很谢谢明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分析。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帮我们转传、按赞、订阅、分享给更多的好朋友。再次感谢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老师。可以这样这件事，老师的题外话，老师我真的很希望你帮忙，也许有一次是从宪法这件事来谈一个概念，因为我前几天刚好到淡江大学，那老师刚好是宪法的，是大一的学生。那我提一个有趣的问题，说我们在捍卫，现在有人都谈捍卫中华民国嘛？对。我就讲完，我就说第一个，如果你听完这门课，第一个宪法能不能修？我会。好。所以你在捍卫什么？对。所以你到底在捍卫什么？没错。所以当军人说，因为你主张台独，所以我不保护你这件事情，这个人应该重新去上宪法，因为宪法是保障言论自由、台独跟统一都是要被绑上的。是。回过头，如果今天有人说我主张统一，军人既然说，因为你主张统一，所以我就不帮你打仗。我一样要痛吗？对的，有道理。我觉得这好是一个好，我来想想看。我觉得这是应该，因为就宪法的精神，你真的有个大哉问，到底我们在捍卫什么？我来想想。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觉得这样问老师，到底我们在捍卫什么？美国宣誓是捍卫宪法。没有错的，美国宣誓是捍卫宪法的。那问题就在宪法的概念，第一个说捍卫宪法不是中华民国，但问题宪法是可改的，不然为什么我们有修宪？宪法是可改，但是没有改成你就必须捍卫宪法。是，所以我说在这个样态上，台湾想有一些，我觉得这应该回到宪法老师。台湾人跟中国人传统上对法律的概念是很糟糕的。这应该，我觉得这应该用这样子是，对。各位震惊最前线的好朋友们，我是主持人张宏林，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也记得打开小铃铛，掌握最新节目通知，让精彩评论不错过，更欢迎留言、转传影片。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中共在海外设立秘密警察的机构，我们一般说法说，哇，他已经跨过了一个长臂管辖，进到了这些其他的国家里面，去针对他们里面，甚至是取得他们的国民来针对他们来做所谓的骚扰，甚至是用诱捕的部分哦。那当然，一般来说，国家之间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些合法的一些管道来做一些犯罪的一些引渡。但我们讲中共所做的方法当然是针对异议人士，针对批判的所谓的祖国的这些海外的人士进行这些所谓的这个威胁甚至有许多时候他们说法是很好听的字眼，叫做这个把他们这个用一个比较婉转的方法把他们劝离回到的这个中国境内。据说从2021到2022有将近到20万人之多，那这很严重，这当然就是一个对于这个每个国家他们严重的这些内政的一些相对的干扰，当然也对于各种言论自由的一些打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好来探讨这个问题。那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旅美学者，也是我们这个海内外我们到的这个中外的史学家，我们刘仲敬阿姨老师哦。刘老师你好。你好，大家好。
是，我想我们一开始就请教一下我们阿姨哦，到底目前这个各国受到中国的这种海外秘密警察的一些影响有多少？这些人到底在美国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美国政府在这一次来讲会开始来进行这些拘捕？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厘清一下中共的体制，就是通常所谓的秘密警察是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秘密警察这个词也是有外延和内涵不同的。狭义的秘密警察是不包括公安部的，因为公安部在党的系统内部是属于红区党的。而秘密警察，一般意义上的秘密警察，比如说总参情报部的特务，或者说是国安部的特务，或者说并不名义上并不是强力部门，但是实际上一开始就是发挥特务作用机构，比如说新华社，还有某些由白皮党负责的对外投资项目，甚至法律上是属于企业罪的，他们是真正的白区党。公安部不是，公安部是红区党。红区党和白区党的区别相当大。红区党是他针对的对象是自己人，或者说是解放区、苏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人口，具有传统上说的颠覆其民特点，也具有共产党体制当中群众的特点。白区党针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或者其他异己势力的社会，它原则上或者上讲是没有大批量的群众，他所面临的社区大部分不是他的群众，群众是自己人。比如说美国基督徒或者阿富汗穆斯林不能算群众，但是苏区的贫下中农就还是群众。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境内各省各县的户籍人口也都算是群众。针对群众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和针对非群众、敌对社会和异己社会的措施、人员配置和技术手段都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传统上，比如说针对东南亚华人或者说是北美华人，原有的真正的白区党机构，包括但不限于狭义间谍机构，比如说像陈甲根先生、廖承志在香港这些活动。都是都属于白区党的系列，包括50、60年代在香港和东南亚各国采取暴动行动，针对当地东南亚各国正在独立，但是还没有完全独立的过程当中，在当地政治当中处境政治身份还不明确的粤裔、闽裔，当时正在被二战胜利的中华民国列为海外华侨这个社区的争夺当中，其主要作用是白区党。白区党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早期共产国际的系列，跟后来共产党迁都到延安以后，在抗战时期形成的抗日根据地，大量从内地各省培养出来的农民干部不一样，他们的出身是更加国际化的。这是他们后来在党内受到迫害的主要原因。而现在我们涉及一些案子，比如说福建的2个侨领的案子，我们要注意他们的上线不是国安部或者是总参情报部，而是公安部。公安部针对的是内部人口，他不需要很强的技术手段，干部也不需要很强的专业训练，他管理是可以在政治上是可以信任的。虽然政治素质比较薄弱，但是都是自己人的人口，他不需要很强的经济，也不需要很强的政治手段。红区党介入中国地理边境以外的事务，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共产党原则始终是属于我的就永远是我的，属于你的我也要分一半。红区的人口绝对不允许他人染指，白区我要渗透一些人进去。红区党的机构和白区党机构经常是泾渭分明的。随着红区的扩大，主要就是1979年的胜利吞并了国统区的大片土地，使得红区党系统内部也出现了驳杂不纯的倾向，这使得公安部在共产党的体制内具有了一些特殊性。公安部的性质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内政部，也不完全等同于苏联的克格勃，也不完全等同于国务院所下辖的其他各部委。正如周恩来所说的，
和平时期国家安定一半靠公安部，这也说明了公安部特殊地位。公安部特殊性在哪里呢？它兼有一部分属于民政事务的职能，而且在政府其他部门的统治当中，经常需要暴力支持的部分，多多少少有公安各部门的实质介入，使得它卷入实际上介入了很多其他部门，比如说是民政部的工作范围。大多数地方政府的事务，在地方，尤其是比较低级的地方政府，省级还略好，市区、地区以下的各地方政府，其他几乎所有名义上跟公安部门没有关系，其他部门在实际工作，比如说工商部门之类的、税务部门之类的，在实际工作当中跟公安部门有深刻的连接，有很大一部分职权已经被地方的公安部门侵占了。公安部门的成立有地区性的巨大不同，跟红区党其他部门差异很大，这是跟在共产党扩大其红区的过程当中的历史路径有很大的关系。这个跟朝鲜和其他模仿扩大苏联体制比较严格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它体现了中国跟普通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帝国性。它跟波兰共产党、朝鲜共产党、苏联共产党不一样。它的帝国性体现在什么地方？随着解放区，也就是红区的扩大，吞并的不同方式决定了未来解放区政府的各种组成形态不同。例如，在满洲和上海这种，共产党虽然通过军事方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但是由于本地的社会比较复杂，城市化的水平很高，专业技术要求很高。红区党跟白区党不一样。通常是由专业军人和培训的农民干部等公安人员不足以胜任他的职务，所以通常执行的是政治上虽然是坚持红区党的完全领导，但是人事上采取是两结合的原则，就是说是留用人员技术水平高、专业水平高，但是政治水平差。老干部，红区老干部政治上可靠，但是专业水平很差，大家要相互学习。老干部要学习白区留用人员的这个优越的专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就像是全国的铁路人员都要学习满铁，就后来改成中国长春铁路的满洲铁路留下来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一样。反过来，白区留用人员要明白自己要参加革命，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老干部先进思想。另一方面，在扬子江以南的各省，地方军阀往往是由地方军阀，而不是由国民党中央军的各省取得政权的方式各不相同。例如像湖南这样通过统战方式，湘军背叛了蒋介石，加入了共产这一方面，那么成立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共产党南下干部、国民党留用人员和湘军地方势力的三结合联合政府。从人数上来看，地方势力占有极大的比例，可能超过1/3的比例。虽然领导权仍然在红区干部手里面，因此这些具有一定的短期的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特点形成的体制当中，公安系统内部有大批过去地方系统留下来的旧人，而在地方军阀抵抗到底，没有和平起义，比如说像四川这样的省份，旧的地方性势力就被打倒的比较彻底。因此，跟高度强调中央集权和全大一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很多方面不同，公安系统的底盘在各地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也是党要强调组织中心，要不断发动各种思想整肃的原因，否则的话无法把它从旧制度之下承接下来。也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由于地方政府中央以及和高层次形成还少见，地方政府执行所有任务，比如说税收和工商，比如说在市级或者县级，税收和工商因为公安部门是同级的，但是他们执行工作的好坏，实际上全看同级公安政机构对他们的是采取是积极支持、消极支持、不闻不理，还是暗中破坏。这种不同的态度是直接的决定他们的工作效率的。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还继承了明清帝国的一部分传统，公安部门负责管理户籍，它并不仅仅是西方意义上内政部，它监管了过去明清两大帝国，通常由户部管理的，相当于房车这一个系统的户口这一系列，户口这一系列就占了财政一半。同时，作为地方民众的控制者，他还继承了过去县衙门的教育部门所承担的一些职责，比如说像李文亮，武汉病毒李文亮事件，李文亮一个医生，他的收入待遇职称应该是远远高于派出所民警的，却被派出所民警以道德的名义，而不是以法律名义训诫了。在这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公安部门继承了民政、户籍、财政的职能和基层民众教化职能。就像县衙门的教育官要负责把康熙皇帝、乾隆皇帝的圣谕广训，或者是明太祖大诰交给不识字的贫下中农一样，他会有道德教化，而不仅仅是法律管束责任。这双方面责任加在一起，使得高度积极干涉地方事务的公安部门，构成了地方政府的半壁江山，甚至不止半壁江山。比起西方国家极其消极的警务部门和内政部门是完全没办法相比的。再加上政法委的存在，使公安部性质不同于国务院管理其他各部委。政法委是公检法合作的产物，目的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公检法三权分立、互相拆台，而使公检法的力量全部统一起来。统一由于公安部的势力远远大于法院和检察院，所有的政法委实际上都是公安局或者公安部做的。因此，公安局管理很大一部分范围，像旧普鲁士王国很大一部分范围在日耳曼联邦以外一样，公安部的半壁江山在国务院的管辖范围之外。因此，它在中国党政体制是一个极其独特的另类的存在。它的工作方法跟白区党是不一样的，跟红区的其他政府机构也是非常不一样的。传统上讲，也就是改革开放以前，公安部管理是边户齐民，就是再加上群众。明清王朝的边户齐民概念和列宁党苏联中国的群众这两者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上实现了统一，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既是共产国际继承者，又是明清中华帝国各王朝的继承者。毛泽东在渡江以后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我不渡江的话，我就对不起秦朝。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般不会说是他如果不做什么事情的话，会对不起他们国家古代的国王或者皇帝。这就说明，在毛泽东自己的心目当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继承了马列主义传统和24史历代王国、历代大帝国的传统。所以，公安部的特点，因为公安部是亲民的、直接接触的群众的机构，也具有了这些特点。他用对待群众的，也就是说，像是海瑞这样的地方官对待愚昧的、有待于教化，但是本质上还是儒家意义上好百姓的做法，是不能用来对付鲜卑人、满洲人或其他美国人或者是阿富汗人之类的域外的不服文化的异族的。因此，对于那种白区党的基本工作任务就是对付外人甚至敌人，外人和敌人是很少的区别。从西方的角度来讲，真正有威胁的肯定是传统意义上白区党。比如说，总参情报部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在新时代的工作之一是什么？比如说刘亚洲兄弟，他们负责的这方面工作。他们工作是什么呢？比如说，在美国设立一个智库，然后该智库去跟立陶宛的学者合作，把北约的某一些技术机密偷到手。这是各个国过去经常干的事。这些东西是有非常重大的威胁，但这些事情是公安部和他的人员所不能胜任的。公安部在西方工作是改革开放以后，新华人群体，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28史当中大清朝以后的又一个大一统王朝的边户齐民，同时也是列宁党国家体制当中的革命群众外移到西方世界和海外世界的结果。我们要注意，华人是个统战概念。从党的角度来讲，旧华人1949年旧华人、白华、大清国移民、中华民国移民，他们是白区党的工作对象。例如，在香港暴动和东南亚暴动的时候，领导他们、渗透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渗透，颠覆他们，利用华人做颠覆工具的。这是廖承志同志领导的工作组，叶剑英同志领导的工作组，是军队的总参情报部的特务机构，是新华社、社会部和公安部。公安部门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出过力气，公安部门正在忙着在自己境内镇压，在四川或者安徽镇压国民党残余势力、军阀残余势力、右派或者其他什么农民工人或其他产出来的各种反动团体。是，谢谢老师。大家可以想象哦，在国内里面，因为刚刚如果听到老师提到的这些公安主要角色，还是在做这些内部政权的维护，他根本不是在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他作为一个政治权力的维护，大家可以想象，当国内管完了，当这个海外的部分还有异议人士的时候，他当然要必须把手臂伸长到各个国家去做这些管控。那等于是说，连海外有不同的异议的声音，他都必须要来进行打压。那我们看到西班牙马德里有一个团体叫做保护卫士的组织，事实上他有公布他认为在去年9月的时候，他认为说在调查里面，中国大概在21个国家、25个城市，大概有将近30个相对的这样的一些据点。那有人说，其实一直到去年年底，可能增加到100个。如果如这个我们西班牙的这个人权组织所说的，将近有100个这样的一些工作站，大家当然很好奇说，为什么现在只有这几个被揭露？大家是说，是其他的是证据还不足，或者各个国家可能也在等一些机会来收网？我不知道这部分，这个阿姨您怎么看呢？就是革命群众颠覆其民的政治要求，跟海外法人和外国人不一样。就像邓小平说的，海外法人不需要爱党爱国就行了。至于欧洲人、美国人、中东人，他们连爱国都没有必要，只要有利用价值就可以跟匪谍打交道了。但是沦陷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红区、解放区的群众被假定为已经是革命群众了，就像是大清朝的边户齐民已经是接受儒家教化的，跟西藏人或者说是蒙古人没有接受儒家教化不一样。你们已经是顺民了，你们要求是必须爱党。如果有人说我是爱中华文化不爱党，如果你是海外法人，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生的居民的话，那就是思想有问题。所以大量的边户齐民在改革开放时期外移以后，他们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日常事务的问题。政治领导就是说，他们适用的政治标准跟过去的老的白华和外国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被要求或者是被期望在海外继续爱党。也就是说，有一个属人的政治管理。你们虽然生在美国或者是爱欧洲，你仍然被假定为，因为你是出生在新中国以后，而不是1949年前流亡，所以你应该继续爱党，而不是仅仅爱中国。就像是明清之变以后，出生在明朝，然后后来中年以后被清朝统治的人做遗老遗号是可以的，大清皇帝是能够容忍的。但是如果你是出生在大清入关以后，你就不能再反清复明了，你再像顾炎武他们一样说那是犯忌甚至要杀头的，因为你生下的就是清朝人。这个区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过程当中也是以一模一样方式实现的。所以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华人不比以前，比如说从台湾出去的某些人，冷战时期在台湾出去的某些人在美国也被称为华人，但是他们要求政治标准跟新华人政治标准不一样。新华人在政治上服从党的领导，因此比如说新华人在美国从事的反党活动，他的标准也跟老华人和外国人不一样。老华人和外国人能够容忍，在新华人中不能容忍。同时，新华人自己是社区性的，大量的移出已经形成社区。他们由于中国社会是极端专制和缺乏组织能力的，在海外以后，他们失去了原先的管控，很容易产生很多跟政治没有关系，但是足以相互伤害，引起具体利益损失，甚至引起东道国损失事件。这样一个真空，就客观上产生了没有自治能力的新华人社区管不了，东道国政府经常是不知道，或者是不想管或不能管，而事实上是公安部门有必要以违法的方式长期管辖的必要性。这个刚才说的有点不容易让人理解。我的解释就是说，相对于中国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的话，大多数国家不要说是高度强调社区自治的英美，
就算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部落势力、军阀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他都假定社区的很多事务是你自己管的，他不用国家派人的支持给你管，你自己怎么自治的？所谓华人社区内部事务或者苗族人社区内部事务，如果不捞出什么大事来的话，主流社会根本就不知道。他假定你能够自己管你自己，但是华人的特点就是没有官府管的话，自己管理不了自己。一旦失去官府的管辖的话，就会出现懦弱的良民，很容易被大胆的犯罪分子或者是流氓欺负。这些流氓平时可能是官府压住的，但是一旦到没人管的话，他就会猖狂起来。而这些黑帮或者是犯罪分子呢，如果只把华人当作他们的工作目标而不去碰黑人、白人、穆斯林或者其他什么人的话，东道国的主流社会10之8九是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也不想管，知道甚至不一定会管。比如说，中国在安哥拉有些油田，因此也产生了很多到安哥拉移民，然后当地出现黑社会，黑社会相互残杀，然后安哥拉警察管不了，他们不懂中文，也不懂得华人社区内部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根本破不了案。于是，中国公安从重庆派了人去，在安哥拉破了案，把人抓住带回了中国。我们要注意，这是明显违反安哥拉法律的，侵犯了安哥拉的主权。但是安哥拉没有管，在安哥拉人的心目当中，这都是化外之民，华人杀华人，华人抓华人，都干他屁事。黑帮杀了别的黑帮或者别的华人，公安部以黑帮的方式抓了别的华人带回去，也许是刑事犯罪分子，也许是政治犯，都不干他的事情。同样有报道称，在泰国、香港和阿联酋这些地方有中共势力的黑监狱，10拿9稳就是类似现象。这些黑监狱有一部分可能就是黑帮经营出来的，另一部分是跟公安部有联系，黑帮进行的，还有一部分是当地华人社区因为被自己产生自己却控制不了的黑帮方所困扰，主动向中国国内求饶、求援，导致公安部进行干涉。公安部为什么进行干涉？因为这些人的身份是边户齐民，是改革开放时期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属人的身份是中国的户籍人口，而中国的户籍人口是公安部管的，而不是比如说总团情报部管的。总团情报部管的是什么？总团情报部管的是美国人、欧洲人或其他什么人，而不是中国的户籍人口，是一个习惯法和成文法的冲突的问题。